第一，根据这个以往的经验呢，我们要尽快发一个通告，如实地讲清楚这个事实原委，堵住小道消息。小叶，你是搞研究的，文笔好，你来落实。没问题。下一步呢，我是建议啊，咱们综合办能够尽快地跟主流媒体沟通，请一些专家学者来点评，啊，要把这个舆论引导到主流价值观上来。在这个案子没有搞清楚之前，要对那些肆意贬低女性的、恶意攻击辱骂男性的，双方都要批评。我们最近加班加点，我们也争取尽快把这个案子调了，好吧？王姐，你去，我去找全志鹏，好好做做他的工作。好。小叶，你跟我去找李芳宁，我们看看这个舆论发酵之后，他的态度是不是有了什么转变？要我自己辞职？没办法，全志鹏已经同意主动辞职了。你们俩的这点破事已经影响到公司了，自己主动去辞呈，大家都体面点，好吧？可做错事情的不是我，找媒体闹到满城风雨的也不是我，公司没有理由让我走人。你影响了公司的形象，损害了公司的利益，这点破事多少人下扰？那都是全志鹏的错。李芳宁啊，李芳宁啊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啊，你为了拿那些大客户，什么事儿没干过？这次这点破事较什么真儿啊？跟我这儿立贞节牌坊呢。你再说一遍。都是成年人，何必呢？我走可以，你们也会付出代价的。他们这是在逼你辞职啊！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。这个李芳宁啊，你看你现在这个事儿呢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别的咱先不说啊，我们现在还是担心你。不用调解了，判吧，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。你先别激动啊，你得冷静下来，把这个事情想清楚。像你说的，现在网络上已经很关注这个事儿，而且啊，再闹下去越闹越大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对你的声誉名誉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。我已经没有什么名誉了，我支持公开审判，我要在庭审直播的时候揭露全志鹏的真实嘴脸。其实这2年他对我的骚扰就从来没有停过。你们要想知道，我可以全都告诉你们。我要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，从我第1天上班开始。来吧，我亲爱的伙伴们，先放下手里的工作啊，听我说啊，3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我们公司的新同事李芳宁小姐。大家好，我叫李芳宁。今后我们就是一个 team 的了啊。我说第2件事儿，这个月呢，我们的销售业绩有所增长，先给你们点赞。第3件事儿很重要啊，到了今年年底，我们的销售业绩同比去年只要有所增长的话，年底每个人的奖金翻倍。告诉你啊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数不胜数。那这些情况，你之前跟你们公司的领导反映过吗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都是男人，我去反映有用吗？那当时你为什么不到法院来起诉啊？他们会说我小题大做、假正经、装纯情、绿茶，说的多难听的都有。那这一次下定决心起诉了，为什么？跟你们公司的这个升职竞争有没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怀疑我的动机？不是怀疑，我们办案就是要问一个常识、常理、常情。因为你这个事儿呢，之前不起诉，现在要坚决起诉，这总得有个原因吧？上个月我相了次亲，那天亲戚介绍一个对象，一开始我们对彼此都很满意，可当他知道我是女销售之后，态度完全变了。我以前知道大家对女销售会有偏见，可没想到到了这种地步。那天饭局结束之后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只有我先在乎自己的感受，别人才会尊重我。从今往后，但凡遇到阴阳怪气的，我绝不会忍。原告陈东
猥亵妇女赵某某。被告李强为制止该不法侵害，当即将陈东控制在地，造成原告陈东身体表皮剥脱。被告李强的行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，属于正当防卫，且未超过必要限度，不具有违法性。因此，被告李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30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64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全体起立。驳回原告陈东的全部诉讼请求，本案收理费480元，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0元，由原告陈东负担。宣判完毕。方圆，哎，叶欣正好你也在。袁志鹏那儿我已经调过了啊，他自己怕老婆，所以我跟他老婆聊的。他老婆说了，一定要告，一定要还他老公一个清白。得，你说这还怎么调？这下僵住了。李芳宁那儿怎么样？有没有松缓啊？没有，公司在这个点上要辞退他，又激化了矛盾。啊？那不僵死了？那还调什么呀？方婷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方哥，是我，胡小青，开服装店的那个胡小青，上次骂那个长短腿的那个，不记得我啦？记得。不是你怎么又来了？又让人给告了？没有。方婷，他说是来送锦旗的，我才把他带上的。哦，送锦旗啊？好事儿啊。不是你送什么锦旗啊？就上次嘛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。上次你真的太有正义感了，感谢青天大老爷为民妇伸冤。别动手！哎，撒手！别动手！哎，送锦旗是吧？哎，给我。姐，这次不是给你的，下次啊。别，哎，方婷，这次这个锦旗啊，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。这个照片是我从网上下的，自己 P 了一下，你看。法力无边，你穿上肯定可霸气了。来，试一下。别动手！哎，试一下。胡小青，你别胡闹啊！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请你出去。哦，打扰你工作了。那行，我等你下班。我本来想给大家一人做一件的，可是我又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，你们肯定要做不一样的颜色。胡小青，你的这个心意好意我们都领了，但是我们法官不能收东西。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款式啊？这样吧，我给你量身打造一款，重新设计一下。哎，对，我带尺子了，我给你量一下。别，咱不说了啊！我正好我马上要开庭，你这样，你拿着东西赶紧走啊！送一下。年纪轻轻的，老拿个保温杯，真有意思。哎，妹妹，你喜欢什么颜色呀？我们不准收东西。姐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颜色。那你给姐倒杯茶呗，渴了，给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们的案卷啊。在法院真不能随便动手。不好意思啊。我去我办公室拿个东西啊。姐，我也去。您喝水。哎，谢谢啊。坐呀。不客气，我不饿。干嘛呢？干什么呀你？动手动脚的，我告诉你骚扰啊！哎，我再骚扰一次。不是你们这都什么毛病？怎么都喜欢打屁股？方圆，啊，方圆，小点声！怎么躲这儿了？你怂什么呀你？我说吧，鬼鬼祟祟的，发生什么了？我们那儿来了个当事人，女的，你懂吗？本来以为给她送锦旗的，结果人家给她整了一 T 恤，哎呦，这儿印着她的头像，还有4个大字“法力无边”，关键人家还要亲手给她换上。还法力无边？你要是骑个扫把，那不就是哈利波特吗？你去一边去！
哎，你喜欢我送给你，我才不要呢，无功不受禄。哎，那女的在哪？我看看。你看什么看？不是，你让我看一眼，看看。好啊，这女的太吓人了。你有事儿吗？没事啊。没事儿干嘛一直看着我呀？你不看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？啊？不好意思，您这么看我，真的让我挺不舒服的。你有病吧？啊？像你这样满大街都是，装什么装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了？方厅长，我想明白了，您说的对，以前我的确生活在空中楼阁，我不在乎的事情，不代表李芳宁也不在乎。所以呢，你也觉得李芳宁应该撤诉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李芳宁应该拿起法律武器，保护好自己。你给我站住啊！你怎么说话呢？被害妄想症，懒得理你。当时在那一瞬间，我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感觉。明明是对方冒犯了我，他反而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归咎在我自己的身上。所以你的结论是？我的结论是，李芳宁起诉全志鹏性骚扰是必要的。如果李芳宁是无辜的，正好通过这个案件给公众上一课，让大家知道男女之间交往的尺度，让那些缺乏教养的男人懂得尊重女性，让那些缺乏勇气的女性懂得保护自己。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案件真正的意义所在。我听说你背法条很厉害，那我考考你，《民法典》人格权篇第1010条是怎么规定的？你不是号称法条姐吗？背不出来啊？啊？方厅长，您跟我想的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脑子还是挺快的，小叶啊。其实这段时间呢，我也一直在关注李芳宁这个案子，不是一个个例，所以呢，我就在想，如果这个情况是我老婆、我女儿，或者我身边的某个女性朋友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会怎么做？对啊，还有您自己的遭遇。我今天那个送 T 恤的大姐对您动手动脚的，当时难道您不感觉到被冒犯了吗？哎，我发现你很敏锐啊。对，虽然这个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不应该这么娇气，但你说的对，他只要一碰我，那我肯定还是很不舒服的。您看，您都感同身受了，所以您一定会支持女性挺身而出，对吗？女性、男性我都支持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法官要居中裁判。但是小叶啊，我最近在想啊，女性的权益受到损害之后，为什么还要遭受舆论的第二次伤害？而这种情况，我们作为法官，我们应该怎么用
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，这比单纯的惩戒一个犯错误的人要更为重要。谢谢你，方厅长。谢我什么呀？要谢也应该我谢谢你。你这些天没完没了的在我耳朵边上叽叽喳喳谈你的想法，我没回应是因为我在想，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周末有空吗？有空啊。那太好了，如果你不介意啊，跟我和易安一块儿去给宇飞过个生日。宋法官。对。这个雷星宇的案子2审啊，舆情很大，宇飞心里很不痛快。你要能去，咱们人多，一块儿去给他热闹热闹。好啊，当然没问题啊。那这么说定了啊。方厅长，雷星宇案1审，您怎么看啊？作为法官，我对1审结果持不同意见，但是作为师兄，从情感上我还是支持宇飞的。所以，你也觉得雷星宇案1审对乳母这个恶劣情节的定性是不妥的？没错。但是呢，宇飞啊，也有宇飞的难处。咱们国家是成文法，一段法律条文怎么解读，解读到什么地步，以往的解读框架是什么，这都是宇飞需要考量的因素。明白不？好，早点回去吧。谢谢你，方厅长。最近有一些公众号和新闻报道，直指雷星宇和雷家的一些负面情况。公众对雷星宇的舆情态度，从同情反转为质疑，各种抨击的言论都出来了。官商勾结，网上说雷星宇有个亲戚是检察院的。李月进来，正找你呢。网上说的这些情况，你们调查过吗？最近1个月，我们集中走访了此案相关的社会关系200余人，发现实际的情况和网上说的有出入，尤其是舆论最关心的官商勾结问题，其实是雷星宇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在县检察院做后勤工作，与此案无关。这趟浑水里来了新的鲶鱼，显然，有人不希望2审和1审的判决有出入。如果2审改判，受到影响最大的会是哪些人呢？讨债公司，他们惯常使用暴力催收的方式去运营，以后的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了，所以他们要用舆论影响2审判决。吴法官，你们的工作压力又加大了，辛苦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事实查清楚，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。姐，雷星宇家从北京请了个律师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从北京请个律师，还是知名的刑辩律师。哎，宇飞，有事儿啊？你们最贵的那种刑辩律师，1个小时多少钱？哟，想转行了？我没心情开玩笑。这么贵？我知道了。姐，想当初咱们为了替雷星宇争取被害人的谅解，费多大劲啊！哦，他们家人说没钱，现在请律师就有钱了。这是他的权利。啊，好的，默默，我会转达周法官的。哎，再见。周法官，默默说要撤诉啊。他之前不是很坚决吗？
那可能是和福祥私下和解了。我们调解的时候，福祥不理不睬，私底下跑去和默默和解啊。他那么大公司呢，是要面子的，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的越好吧。苏苏，你让他来提交一下撤诉申请书。好。喂，雨飞啊，到家了吧？啊，有事吗？这个到家了，给你送点吃的，一会儿。没头没脑的送什么吃的呀？这个单位同事啊，老乡家里边果园滞销，我们为了表示支持，每人买了一大堆，反正也吃不完，我给你送点。我半小时以后到啊。行行行，方大姐，那我在家等着你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快快快，老是磨磨蹭蹭的，啊！方婷，我买了这本书，想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菲姐，您看行吗？哟，书是好书啊，那这时候送不太合适吧？怎么了？这个雷星宇一审的事儿啊，宇飞在网上被人骂得厉害，你这时候送这本书，他会不会觉得你在讽刺他呀？呀，我没想这么多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再想想。算了，买都买了啊。也许我心眼小，人宇飞根本没那么想呢。这样，我先宣布一下纪律啊。今天咱们就是给宇飞去开开心心过生日的，不聊工作啊，尤其是雷星宇案，坚决不许提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可是师傅，这个菲姐她也不会这么敏感吧？你了解她还是我了解她？那肯定是我的师傅了解她。走了，我去开车了，你们俩快点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书，买了就送我吧，我学习学习。来了，来了！生日快乐！什么情况？你不会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吧？菲姐，看来工作已经让你进入忘我的境界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生日。来，快进来，不用脱鞋，直接进来就行。那就不脱了啊！把东西放在这儿。好，今天菲姐生日，菲姐说了算。哎呀，不知道你们要来，我这啥也没收拾。收拾啥呀？收拾你什么样我们还不清楚。你家里我跟你说，就缺个男的。菲姐，你也看这本书啊？对呀，你也看啊。这个作者我认识，他之前有一些观点啊，我还和他掰扯过呢。是吗？具体哪些观点你不赞同啊？哎呀，太久了，我都忘了。没事儿，探讨案情嘛。我跟方大姐也经常因为案情吵架。哎，你还记得当年谢帕德那个案子？我们俩啊吵的是不可开交，吵了一大架。你看现在我们不也挺好的？哎，你们是说那个被指控谋杀自己妻子的谢帕德医生吗？对啊，案发现场没有任何线索，案情始终没有得到进展。这媒体为了赚取大众眼球，对此进行炒作，不断制造新闻，煽动群众情绪，最后导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法院判定谢帕德医生有罪，判决无期徒刑。谢帕德医生的作案动机是因为……有点咳嗽。怎么了？你们都啊，轮流咳嗽啊？院里这几天大扫除。哎呀，赶紧把蛋糕切了。快！啊，蜡烛点上啊！学长啊！好，点上啊！今天菲姐过生日，菲姐你最大啊！哎，你家里有酒吗？看瓶酒啊！喝什么酒啊？年纪轻轻就知道喝酒，喝点水就可以了。菲姐，你看啊，这师傅自己不喝，也不让别人喝。就是你别管啊！今天我过生日少喝2口怎么了？好嘞。哎呦，我家好像还真没酒。这样，我点个外卖。哎，没有就不要点了不？哎，点一个。好，点个外卖。菲菲啊，芳龄33了啊，要赶快成个家了。哎呀，这岁数真是大了。只要没结婚，都是少女。哎，那这样啊，咱不等酒了，好不好？
哎，许愿。行，那我许愿了啊。飞姐，你许的什么愿？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，是吧？对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我希望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雷星宇真的是凶手吗？哎，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来来，菲菲，切蛋糕，切蛋糕。人是他捅的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也不能忽略乳母的这个情节吧？当他杀人的时候，这个情节早已终止。但这个行为带来的伤害，他没有终止啊。因为母亲被侮辱，所以你认可雷星宇杀人。那么，请问被杀的人，他们的家属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杀伤力没有终止，事后自己杀了雷星宇呢？不，菲姐，咱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。这就是你的逻辑啊！所有的事情不通过法律，而是自己解决，不是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咱不说这个了。菲菲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，快点，咱们切蛋糕。我说的是法理和情理的关系，您说的那是以暴制暴的问题。小叶，不说了好不？但是方庭长，您之前不是也说了不支持一审判决的结果吗？您和菲姐是这么好的朋友，我觉得更应该开诚布公啊。不是，你也觉得我判错了？不是，这个案子呀，他……我在问你，是不是也觉得我判错了？菲姐，那个没有，这个案子我们确实不是非常的了解啊，也没有讨论过。我明白了，无所谓，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。只是没想到，说是来给我过生日的，其实是来给我上课的。菲，这你就真的误会了，我们就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来都来了，那我们就来谈谈情理和法律好了。暴力催收是错的，那么应该由法律去审判，而不是可以直接动手杀了暴力催收的人。郭某被捅之后重伤入院，做过第1次手术之后又做了第2次手术。他的妻子小秋，25岁，怀孕6个月，她当时都不知道她的丈夫能不能活下来，不知道这个孩子该不该被打掉。还有杜红军的父母，4个年幼的孩子啊，他们失去了家里的唯一经济支柱，日子过得非常艰苦。这些人难道就不是人吗？请问你们怎么去平衡他们的情理和法理的？菲，你先不要激动好不好？你这也未免有点极端了不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非此即彼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人，大家也没有说这个家属就不值得同情啊。那我们来聊雷星宇。1审的时候，他在法庭上拒不认错，我再次提审他，我希望给他坦白从宽的机会，可是他错过了。我四处奔波为他寻求受害者的谅解，可是雷星宇又是怎么做的？雷家宁可花重金去聘请大律师，也不愿意对受害者进行赔偿。但这是雷星宇的正当权利。你现在又开始谈法理了？你不是谈情理吗？那就要把情理的标准贯彻始终啊！好了，菲，小叶，咱们不说了，我们今天是来过生日的啊！菲，我们吃蛋糕，好不好？今天我非常感谢你们3位来给我过生日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菲，请你们出去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太激动了。或许我也应该对他感同身受吧。你别多想了，你说那些话也挺有道理的。哎，我也没管住自己的嘴。那您不怪我吧？不怪你，
要怪也得怪周岩。哎，对，怪我。不会说话。不会说话。其实这事儿怪我，就不该自作聪明来给他过什么生日。让他自己静静吧。喂，喂，美女，是你点的啤酒吗？是。你可以下楼再取一下吗？你们不是送上来的吗？我后面还有其他客户的单要送呢，我给你放1楼了，你自己来取。我就麻烦你给我送上来，否则我向平台投诉你。你给我找事是不是？你给我等着。谁啊？谁？谁？说话！徐天儿，哎呦，干嘛呢？你不开门？我问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我想躲起来给你个惊喜啊！是惊喜吗？是惊吓。哎，你拿个锤子干什么呀？啊？不是你拿个锤子干什么呀？我以为外卖员要报复我。外卖员？报复你？为什么要报复你啊？啊，你是不是打电话跟人吵吵起来了，然后想拿个锤子跟他拼了？哎呀，你可真搞笑！哟，这有人提前给你过来呀？哎，这才几点你们就结束了？徐天，雷星宇的案子我犯了一个错误。哎呀，这过生日又在想工作。什么错误啊？说吧。我在为雷星宇争取减轻行为的前提，我认为他是有故意伤害的，认定他就是故意行凶。继续说。刑法不仅保护被害人，也应当保护被告人。在没有给雷星宇判刑之前，我的潜意识已经给他判刑了。如果刚才出现在门外，真的是想找我泄愤的外卖员，我会不会真的用手里的锤子去砸他？我那么做的话，算是正当防卫吗？我站在雷星宇的处境下，我能够自如的、理智的去行动吗？我之前以一种严苛的标准去评价雷星宇的行为，这对他公平吗？别太自责了啊！就算是换任何一个法官做的都不一定比你好，好不好？我希望2审为他公正。哎，别，这样对你不利啊！那如果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是我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，咱别这么沉重行不行？这样，你去换件衣服去，我带你出去转转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走吧，去吧，我等着你啊。哎，真的，好久没来这散散步了。
你呀，别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。下班以后啊，可以出来逛逛，溜达溜达，放松放松。你看，人家跳街舞的，多带劲呢！你没事也可以跳跳广场舞，对吧？你怎么不去呢？谢谢啊，还记得我生日。有些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其实这次回来不单纯是为了工作，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重要的事情是我吧？是。当初是你选择要走的，还记得吗？就那儿，楼梯口那儿。哎，吓我一跳。从今天起，我成为助理审判员了，能穿法袍，能敲法锤了。恭喜你！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是有高兴的样子啊？好高兴，真的。哎，你不是说也有事要和我说吗？什么呀？你要出国读博？你什么时候考的？就3年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不是，我们不都说好了吗？你硕士一毕业就考法院，然后我们一起在法院工作，然后结婚，然后生孩子，这些我们不都说好了吗？等我回来，这些都可以实现。不对，在我们一起规划未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想好描述，对吧？雨飞啊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和我说？啊？你考上来才告诉我。雨飞，虽然是我主动提的分手，但你走之后，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后来我换位思考，我也想通了。如果我是你，在那个年纪，家里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或许我也会选择离开。雨飞啊，我们现在当朋友挺好的，对吧？朋友，朋友一生一起走。那些日子不再有。如果我说我想等你呢？干嘛？在机场等船？对，在沙漠看海。没劲。走吧，溜达溜达。新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雷星宇故意伤害一案2审公开宣判，认定雷星宇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，但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，构成故意伤害罪。鉴于其行为属于防卫过当，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，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其母的严重过错等情节，依法减轻处罚，改判雷星宇有期徒刑5年。带有防卫性质的故意伤害罪，改判有期5年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挺好啊。你看这次的2审，他们加大了排查力度，庭审呢又新增了目击证人。法官把这个侮辱雷星宇母亲升级成了杜红军4个人的重大过错，明确指出这种行为严重违法，亵渎人伦。很高明，而且这次判决啊，意义不止于此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
他们把杜红军的讨债行为纳入了不法侵害的范畴，并且指出限制人身自由的伤害不会因为行为本身停止而停止，这个伤害是持续性的。佟律，咱能不能别激动，慢慢说行不行？我当然激动了，我刑辩律师出身，我太知道这一纸裁判的意义之所在。往小了说，激活了正当防卫这款僵尸条款，遏制了这些年层出不穷的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。往大了讲，徐天儿，提振了老百姓对司法的信任。人民只有信任司法了，才能自愿地遵守规则，才能更尊重咱们律师。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哎呀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匡律，你的格局要比我大。那当然。哎，咱白天能不能不喝酒啊？为了这一纸裁判，真的值得抿一口。我有个正事问你。兴城法院的人你熟吗？怎么了？立案庭的庭长方圆，你认识不认识？你所谓的认识，有没有私交？你有什么想法吧？律师所要扩张，需要人才。我找人背调过这个方圆，方方面面的条件都特别合适，但是我约不出来人。私下开了条件，人家也拒绝了。那说明你下的力度还不够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啊，都有一个价格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不是钱的事儿。我出手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是听说，这个方远有可能是下一任副院长的接班人。我估计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愿意放弃往上走的机会，所以不愿意跟咱们谈。匡律，我发现你法院的熟人比我多啊。要打配合，你属于第一阶的破冰那波，很重要。剩下的第二阶交给我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个事儿呢，我可以找个熟人从侧面打过。哎，但是法官现在辞职以后都有从业限制，这个咱们都知道的。即便是想让他跳槽到我们公司，难度非常大。你只要能想办法让方圆点头，剩下的我来做。这二审说一审，事实没理清，法律适用不当，这也太好了吧！我现在都有一点担心菲姐了。也不用担心，我相信啊，菲菲已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。不管怎么说呀，这个事情也算是尘埃落定了。方庭长，您上次不是说想给雨菲姐补一个生日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要不今天我约她吧？好啊，就今天。你们快看一下群，法师们的后花园。我打算一个人去外面旅行，现在已经出发了。我出生在南方，老家有句俗语：“33乱刀斩”，意思是说，女人的33岁是个坎儿。按理说，我们法官都是唯物主义者，不该迷信。可33岁这一年，好像真的成了我一个绕不过去的弯儿。我自以为为雷星宇做了许多努力，但却是在我认为他有罪的前提下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眼里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案子，而案子中的人却消失了。我越来越习惯看到人性中的恶，而总是忽略可能存在的善，更忘记了人性是复杂的，善恶总是交织着出现。坐在高高的法台上，穿上那一身法袍，我不停地提醒自己，我掌握着生杀大权，我要冷静、理智，不要情绪化。久而久之，抹去了对于善的洞察。可审判不是为了报复恶，而是为了提振善。
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放心吧，我不是在逃避，而是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，去反思一下自己这些年的工作。我相信，33岁这一年，我一定能够平稳度过。伙伴们，等我回来，等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我就说吧，菲菲没问题的。最高院上新平台了，咱们院一站式建设实施方案又改了一稿，您看一下，张云在催了。还有，明天省高院要来我们院调研素材团队运行。方圆来。哎，我要跟你说啊，欧沙楼盘车位的那批案子，他们催特别急，让咱们赶紧立案呢。好。方厅长，审判流程节点的跟踪需要咱们来确认啊，因为案子都是从咱们立案庭起头的。好。还有李芳宁的案子已经立案了，咱们是直接分给民庭。不，这个案子稍微放一放。那波业主就让他们先去对了，听了，不要。方厅长，蔡丽和李忠祥的抚养权争议案，您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呀，孩子判给了蔡丽，李忠祥不是要上诉吗？怎么没消息了？我收到了李忠祥的一份快递，但里边是空的。那你跟他联系了没有？我给他打过电话了，李忠祥说要把上诉状再寄过来，但是这都过去1个月了，我也没有收到。确定啊？我确定，这是我来这儿第1个案子，不会搞错的。那15天的上诉期已经过了，走流程吧。好。徐律师，又见面了。哎，我们好像是在哪儿见过，但是我直播案，当时我是方警长的法助。哦，记起来了。哎，徐律师今天来是？哦，我来给莫小姐申请撤诉，这是申请书。撤诉？哎，这撤诉，那还用专门请个代理律师？撤诉之后，我们还要另诉，这是我的授权委托书。另诉什么案要？我们要起诉华福木业董事长福祥职场性骚扰。喂，劳动纠纷的案子我已经撤了，性骚扰的案子我回去整理一下资料，过2天来立案。啊，知道了。别发呆了，赶紧的吧，刚从内勤那儿取的案子。哎，这好奇怪啊！奇怪啥？这个双和，我们荣州市第1大律所啊。这个徐天呢，是双和的高级合伙人，咨询费怕是要3、4千1个小时吧？确实够贵的，但是这也说明啊，这原告真是下了血本，铁了心要整死被告。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你想，原告最开始的诉求除了赔偿金之外，就是给他找一份工作，说明生存是他的当务之急啊。可是现在他另诉钱老板性骚扰，而且还请这么贵的律师，这一前一后诉求变化也太大了吧？不管怎么样，反正这案子现在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。人家另诉，这案子不一定会落在咱们手里啊，对吧？这个案子有点意思啊。这案子是默默之前案子的关联案，应该会派给我们。哎，苏苏，哎，帮我递这立案庭那边。放心吧。丽丽，嘘，别叫他了。怎么了？又惹你生气了？哼，惹我生气。班主任说，最近班上几个孩子说脏话，其中就包括方可丽。不可能，有证据吗？人家老师要什么证据啊？他平白无故的冤枉你女儿干什么呀？不，咱家也不这样，跟谁学的？后来我跟班上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家长沟通了一下，他们班啊刚转来一个满口脏话的小男孩，我估计方可丽就是被他给影响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批评他，我教育他。哎，拿点吃的，你先吃着。你拿着零食干什么？
方克利，别假装写作业了。别假装写了，我跟你好好谈谈。我妈已经骂过我了，你还要再骂一次？我刚刚批评了你妈妈。先等会儿吃啊。我先问你个问题啊。在学校是不是说脏话了？你这个说脏话是跟谁学的？是不是你们班新转来的那个小男生啊？啊？那你跟爸爸说你为什么要说脏话嘞？我就是觉得那样很酷。没错，是很酷。因为所有说脏话的人都觉得很酷。可是你想想，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情，轻而易举就能做到，那有什么酷的？要做，咱就得做那种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，那才叫酷。比如说有礼貌、有涵养、有教养，待人接物不卑不亢，这才叫真正的酷，对不对？知道了。行了，这个一会儿吃啊，先把作业写了。好的，先生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太太，副总回来了。就这样啊。俏俏回来了。啊，在自己房间里呢。那赶紧让俏俏下来吃饭吧。哎，好。吃饭了。好，等俏俏一块儿。汤不错啊，喝碗汤。学校的伙食啊，肯定没家里好。来，我减肥呢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啊。跟爸爸说说，学校的生活还习惯吗？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？有没有同学欺负你啊？啊？哎，没有，烦不烦呀？问这些。俏俏，你这怎么跟爸爸说话呢？没事儿，是我多嘴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吃饭的时候不能玩手机，赶紧放下。俏俏，零花钱还够用吗？不够。学校的饭吧太难吃了，然后出去吃又特别贵。我上周不是刚把这个月的零花钱给过你吗？这么快就花完了？那你不也是每天出去不是逛街就是美容什么的，要是我乱花钱。谢谢老爸，老爸最好了。我吃完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。怎么样？最近新谈的那个项目还顺利吗？公司的一切都还好吧？好。哎，你能不能别再敷衍我了？你说好歹这个公司是当初咱俩一起创建的，我现在关心一下，不行吗？没必要。你的任务啊，就是把女儿照顾好。妈，我让你再穿这些不正经的衣服，我让你再出去勾三搭四，你干嘛啊，妈？我干嘛？我刚才安
不知道电视上说的就是你，就是你！我都不知道电视上那些人骂的是你呀！骂我干嘛？我才是受害者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！妈，你别解我衣服，你别解我衣服，解我衣服干嘛？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要脸！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，还嫌不够丢人，是不是？你还去翻原告了？啊！是他的错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你明天就去法院，你给我撤诉，听到没有？撤诉！不可能。妈，你先把刀放下来，过来。妈，你把刀放下来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我错了，你不撤诉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妈，你别逼我了，行不行？撤不撤？妈！今天这个赡养案呢，几次沟通下来，我发现啊，男的不当家，还是儿媳妇说了算。所以我们今天调解的方向，还是要多放在这个儿媳妇身上。方圆，有个当事人着急见你啊。谁呀？今天下午我也没约人啊。李芳宁，这次跟她妈妈一起来的。好，走。给，一心一起。坐。法官是吧？啊。突然跑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来给他撤诉。撤诉？啊，对。啊，是这样，拍背的事儿都是误会，不告了。李芳宁啊，这是你的个人意愿吗？说话呀！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是我自愿的，我撤诉。好。哎，你怎么跟出来的？你去让李芳宁填撤诉申请书，别忘了签字啊。方婷，我感觉李芳宁她不是自愿的，肯定是她妈妈给了她压力。要不我们再去劝劝她。谁呀？我感觉，虽然我主观上也不希望李芳宁撤诉，但我们是法官，我们没权利干涉当事人的想法，明白不？我明白。行了，快去吧啊！让他签字，然后通知当事人。你看。喂，我来了。一心，撤诉其实是挺好的。李芳宁现在还那么年轻，你看看，现在新闻满天飞，到处都是流言蜚语。她现在丢了工作事小，你想想看，她以后还要结婚，还要过日子，她真起诉了，无论这个案子是赢了还是输了，都可能会影响她一辈子。行了，别轴了，赶紧去吧，快点啊！
在这里签字就可以了。签呀。签。快点儿。阿姨，我想跟你女儿单独聊两句。聊啥呀？我们必须要确认撤诉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愿。他刚才自己说撤诉了，你听到了？这是我们的程序，希望您能理解。李芳宁，你出来，我们说两句。撤诉，你是自愿的吗？那天你说，只有自己先在乎自己的感受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为什么你今天改了主意啊？青春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被别人扯过内衣肩带？我发育得早。那时候我们班的男同学喜欢恶作剧，总是扯我的内衣肩带。女同学不但不帮我，还聚在一起讨论我、取笑我、排挤我。那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羞耻，每天驼着背走路，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在大些，有男生给我写情书，被我妈发现了，她不但打我、骂我，还剪掉了我的头发。你妈是怕你早恋吗？她只是不想我那么美。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被所谓的狐狸精给骗走的。8岁的时候他们离婚。我妈认为所有长相漂亮、爱打扮的女生都不正经。漫长的青春期，只要我表现出一丝爱美的倾向，她都会暴跳如雷。你应该从你母亲的控制中走出来了吧？前几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很美。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位老师。本科的时候，我选修了一门讲女性主义的课。我至今都记得那位老师，50多岁，未婚，女博士。学校关于她的传言很多。可他从来不在乎，是他让我知道，女人应该为自己而活，不应该为了别人去追求美，更不应该为了别人去放弃美。你能这么想，真的非常好。自从上了他的课之后，我开始学会爱自己，欣赏自己。但我发现，课堂上喊2句口号容易，但想要改变刻板印象，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就太难了。我脖子短，所以我喜欢穿领口低的衣服，这样在视觉上可以拉长脖子的比例。男人们觉得，既然我是那种可以把自己身体展现给别人看的开放女人，偶尔动手动脚也没什么关系。今天，我被别人骚扰，我想要站出来，我也想在乎自己的感受。你知道有多难吗？宁宁，聊好了没有？聊好就快点出来。李芳玲，我是女性。作为女性，我特别理解你。
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，我更想保护你，支持你。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你的选择。今天，你确定要撤诉吗？宁宁。你被男人骚扰过吗？没有吧？因为你的这身衣服，他们会尊重你。我可以试试你的衣服吗？我的制服吗？可以吗？怎么去那么久啊？宁宁，你。叶希，你跟李芳宁说了什么？你想干嘛？你这是要闯祸的！我觉得李芳宁不是自愿撤诉的，是她妈妈强迫的。王姐，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吧？我不瞎，我当然能看得出来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她妈妈为什么这么做？王姐，你先别说话。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们去。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会儿？你先出去一下。他妈妈为什么这么做？我知道他妈妈是为了他好，可这真的好吗？结果一定好吗？李芳宁为了这个案子已经付出太多的代价了，工作没了，母女关系也恶劣了。面对这么多的流言蜚语，他什么都不顾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想为自己证明。难道这有错吗？没错啊，为自己证明没错啊。可你我心里都很清楚，他这个案子，他要想证明难度有多大。你也是这个案子的法官，你能给他打保票，他这个证明一定能成功吗？那试都没有试，怎么知道不能证呢？那如果真的证不了，那就是我们法官的失职，就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悲哀。你愿意做那样的人？我不愿意。你让你的当事人去试，成本很高，他得自己背的，输了怎么办？你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今天就给你讲讲。作为我们一个基层法院的工作者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们作为一个法官的职责是什么？咱们不是开庭判案，开庭判案这么简单，不是背法条，我们是要实实在在的给当事人解决问题的。就李芳宁这个案子，你看看现在这个舆论已经成什么样了？她还是个未成家的姑娘，她以后还要结婚，还要生孩子，她这个真的开庭起诉了，那会引来更多的社会关注的。吃瓜群众没有一个人在意具体事情是什么样的，大家在意的全部都是性骚扰这3个字。性骚扰这3个字会伴随李芳宁的一生，所以她妈妈才要撤诉，所以我才主张这个案子咱们要调解。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。这样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真的能帮助他吗？就为了那些吃瓜群众的感受，害怕舆论，那李芳宁呢？她的感受怎么办？她的感受不重要吗？重要，李芳宁的感受重要，
你想让他出头重要，你想让他成为一个英雄更重要。可李芳宁的妈妈不想，咱们要懂得换位思考一下。我是一个妈妈，我非常的理解李芳宁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做。王姐，这个案子，当事人是李芳宁，不是她妈妈。哎呀，方警长，哎，您可以骂我，但我觉得我没错。这个李芳宁撤诉啊，也是被他妈妈逼着撤诉的。他自己不想撤诉，那么我们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。我为什么要骂你呢？您是支持我的，我当然支持你啊。但是小叶，你也要注意团结同事，是吧？王姐毕竟岁数比你大那么多，你怎么能那么跟她说话呢？我刚才确实是太冲动了，但是我也想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和我的想法。难道我有错吗？没错，但要看怎么讲。王姐也是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，对你表达她的想法和观点，所以不能顶着说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连自己的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，那以后你怎么还去调解案子呢？来来来，你跟我来，跟我来。王姐，我去帮你倒杯水吧。哎，不用。去啊！哎，凉的热的，加点凉的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儿乱的啊！怎么了？啊？让谁给气的？你，我怎么气你了？你来和稀泥呀？和什么和？我现在火大，只喝冰的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跟我说说。啊？我在法院工作了20年，今天被人教育了什么是法官的责任，法院的悲哀。行了吧，瞧你那个小玻璃心，他一个小孩懂什么呀？年轻人就是不知道轻重嘛。行了啊，我已经批评教育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那你说，李芳宁这个案子是不是调解对当事人最好的保护？肯定是的呀。他又不知道我们基层法院到底应该怎么做，你跟他一般见识？就是因为他太不接地气了，这是要闯祸的。我同意，但是你得慢慢来啊，得磨一磨。哎，这个磨他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。哎，搞不了，我只会磨豆浆。王姐，温的，不烫嘴。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跟您道歉，对不起。哎，没事儿，工作上的事情争两句，正常。这就对了嘛。那工作上哪有不拌嘴、不争执的？但是这个争执啊，越争执越融合感情，越融洽，是吧？没事了。我有事。什么事儿？正事儿。李芳宁这个案子是起诉了，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复杂，而且很烫手，我们需要跟民庭的碰个头，要给他们搭个预防针。好，多跟王姐学学。去准备吧。哎，喝完了再叫我啊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没事没事。唐薇，唐法官，你认识我？您连续2年入选的优秀案例我都拜读过，您是我的偶像。是吗？谢谢你啊。你是哪个庭的呀？之前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立案庭的，刚从最高法调过来，现在在立案庭当法助。我叫叶欣啊。哎，你平时打游戏吗？怎么了？我这有一个游戏侵权案，你能帮我看看这2幅图有什么区别吗？没问题。其实 MOBA 的游戏地图，它们的整体架构一般都是3条兵线、1条河道，都属于公有领域。所以，如果就做一个整体结构的比对的话，它不应该纳入侵权比对。不对比整体结构，那应该比对什么？应该比对地图上更具有独创性的设计。有道理。因为这2年游戏侵权的案子比较多，所以我也比较关注。说实话，跟方远干屈才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。第1季度的业务总结报告我就说这么多了，下面看看各位还有什么具体情况需要反映的，尤其是各个庭之间有什么需要沟通的，都可以说一说，啊。张院，那我先说2句。你说。还是那几句老话，我们民医庭啊，案子多人少，平时大家呢真的挺累的，每天都加班加点，但是长此以往的话，身体也吃不消。就是想跟立案庭啊提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有案子1、2件送过来，我们不嫌少，别2天没有案子，2天以后100多件，是吧？你这样的话全扎堆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，能调解的尽量调解，尽量的把它消化掉，别都堆在一块儿，是吧？说完了。说完了。那张月，我说2句啊。说吧。这个陈庭长，你们民医庭这个案子多，工作累，我知道。那我们立案庭不是更累？我们已经在当事人但凡有一点点这个调解意愿的情况下，已经挖空心思去调解了。那人家实在不愿意调的，我们也不能去强迫人家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立案庭的所有的同事都跟我抱怨，就说我们立案庭简直就是在给你们民医庭打工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所以张院长，我认为啊，反而是你们自己要有更多的这个内部挖潜。挖潜一直在做，但是挖潜节约下来的时间不能浪费了。你说我们这边在挖潜，但是这2天的时间没有案子，那这法官的这个审线这2天不就浪费了吗？我想这个民2庭和民3庭都会有同样的感觉，是不是啊？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全都想过了，不光是你们人手不够，我们人手更不够。那像你说这个时间最快是什么呀？最好当事人直接到你们民庭，直接找法官，那这最快。可是这不现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意见啊，张院长，一切按照程序来。老陈，你等等我，你跑这么快干什么？你这是打击报复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报复你什么了？你的徒弟被我撬过来了，也怀恨在心，不是吗？这就小人之心了啊！我知道你案子多急，但没关系，实在不行，我来帮你分担分担。你怎么分担？我们这儿啊，诉前调解有个案子，特别麻烦，职场性骚扰，双方呢都不同意调，一定要判。那接下来到你这儿，合议庭算我一个。啊，你在这等着我呢？我真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案子我介入的比较早，我对案情比较熟悉。我没什么意见，但是你现在是跨庭组建合议庭，是不是要向张院汇报一下？没问题啊，你只要点头，我去找张院汇报。哟，这么积极，这个审判长你来当得了。行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生我痛快，
你也不客气一下。你说，我觉得你才是那个老狐狸，我是不是被你算计了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老陈，你想想，你有的我都有，你没有的我也有，你有什么值得我算计？啊，我是真心替你分忧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我这辈子跟你当同事，我算是值了。你看是不是？你去汇报去吧，不许反悔啊！你。还不睡？哎，不是说当了庭长以后，不用审那么多案子了吗？我看你这工作量也没减少啊。回头要是真上当上副院长，不会更忙吧？那肯定的呀，那当了副院长，工作量肯定比现在还要大，啊！你要实在觉得我在家里顾不上，那要不我跟院里打个申请，这个副院长我就不争取了。那不行，混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不想当院长，我还想当院长夫人呢。你这就属于典型的利益熏心。切！哎呦喂！哎，你这白头发都已经连成片了啊！哎，都这岁数了，有白头发不是很正常？不正常。从遗传基因角度来讲啊，你爸爸去世的时候头发都黑着，你妈现在70好几了，也没有白头发，你这就是累的。还有就是被你气的，你又不是没去我们院里看过，我们法官就2种情况，一种是白头发，一种是没头发。那我这白头发总比没头发强吧？那倒是，对吧？行，那你是想选哪一种呢？那还是这样吧，发量还挺多的。哎，走吧，睡觉。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知足吧啊！你看陈康都秃了，就我这发量，那我们法院的人羡慕的多了去了。请领8号到3号窗口办理。请领8号到3号窗口办理。徐天律师。对，是我。有问题吗？没事。这是我们的起诉状。还有一个，下周啊，我们要去绿杨小区进行普法宣传，到时候大家都把时间空出来。领导，下周我们素材都排满了，没有时间。就是考虑到这个因素，所以才把时间定在下周6啊，这样居民小区都休息，我们也方便于他们。居民要休息，我们不休息啊。嘀咕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周6保证不休息，周日休息不保证。